我们6年，啊，仔细来。我觉得这仗没这么简单，临沂城明摆着就是个空城嘛。我有同感，现在共军的主力不明。紧急电报，讲。侦察飞机报告，发现共军主力往莱芜一带移动，共军部队调动频繁。北线第73、第46以及第12军为了向南靠拢，已经到达了莱芜。这3个军以梯次配置的队形孤军深入，共军找到机会了。共军要合围李先洲，他们胆子也太大了。杨统，这个仗该怎么打？让李先洲的3个军固守莱芜，让共军来围，让欧震集团迅速的北上，在共军外围的包围圈再形成一个包围，我们里应外合，在莱芜打一个歼灭战。这个想法胆子很大。我们找共军决战找了很久，在莱芜决战未尝不可。孟祥，这次你让着我点儿，别再跑到我前面去了。欧震集团移动不可能那么快，李先洲集团能不能等到援兵的赶到，不容乐观。刘将军，欧震集团军是机械化师，共军靠的是2条腿，我们不可能比他们慢。共军能够做到，我们也可以做到。愿望是美好的，但实际情况是，共军已经蓄谋已久。我不认为我们已经做好准备打这场歼灭战。说说你的看法。李先洲集团迅速移动，摆脱共军合围；南线的欧震集团呢，迅速向北移动。2大集团会合之后再做突破。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丧失跟共军决战的机会。事情的发展果然按照我军的战略布局进行了。莱芜的这个包围网让国民党军队十分被动，而梁统则按照组织的指示提出了方案。梁统很清楚，他和柳飞云的这2个方案都没有什么问题，但在2个方案之间摇摆不定，就一定会出问题。也许慢个半拍，就是成败的关键。是呀，有什么事儿，还要你跑这么远，让我们去一趟不就行了吗？我也想认认门儿，这也是，以后经常走动。你要来啊，我就去接你。童子哥去了徐州，又不在家，我只能来找你帮忙了。上次我爹的事儿也是武将军帮的忙。孟祥也去了山东前线，我现在找不到他。这可咋办呀？这次可是杀人的大事儿，比上次严重多了。他杀的不是一个日本人吗？是啊，是个该死的日本人。不过他是我爹的教官，这可是大罪。石正信，这个人我知道，是个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你说我爹他有救吗？你别着急，我想想办法。我爹临走的时候让我去找米兰妮小姐，可我上哪儿去找她呀？所以想到了你。哦，米兰妮，这个我有办法。妹妹，姐这次就拜托你了啊！我会尽力的，别着急啊。哎，这次我让你先出发啊，头功不跟你抢，我再放3天假，犒赏官兵。算你小子够意思，给你了。发过货？嗯。哎，这回共军还是围点打援的老套路，我们南线3路救援很可能遭到共军的袭击。这都是共军的老招数了，咱们兄弟什么时候害怕过？你是不怕，这立功的时刻又到了。哎呀，这回立了功，我请你喝酒，把梁通、庞仲平都叫上。光喝酒，那太便宜你了。那你说怎么办？
弄段川剧，你来担角。啊，给你们长官拿点钥匙，他病得不轻啊。走。报告，莱芜李先洲急电。讲，我国决定于2月21日凌晨6时开始突围。自作主张，委员长定下的作战计划，能是随意改的吗？顾司令，我们和李副司令已经沟通过了，他认为南路增援的路线已经遭到了共军的阻击，不可能达到预期的地点。第73军的第77师今天下午向莱芜靠拢的途中，遭到了共军的伏击，损失大。这边共军的准备是非常充足的，如果不尽快的突出包围圈，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守是守不住的，仗还没有打，怎么知道守不住？现在共军合围的态势已经非常的明显，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南线3路欧震军团前去救援，遭到阻击，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任长官、顾长官，仗还没有打，人就要跑，我恐怕他跑的途中也会遭到共军机动部队的打击。在发现临沂是个空城的时候，李先洲集团就应该迅速移动向南线靠拢。算了，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讨论了。作战方案是委员长拍板定下来的，现在局面发生了变化，我们要拿出对策。南线3路援军遭到了共军强烈的阻击，估计很难按时到达预定地点。李先洲真的很危险啊！这样突围就要刻不容缓，不能等到明天，耽误1分1秒就有可能功亏一篑。可只能明早突围，临沂固守的防线拉得太开，需要时间收拢，那就太晚了。3路援军，无论多大代价，晚上必须赶到预定地点，形成对共军的包围态势。违者军法论处。命令李先洲集团务必坚守莱芜，等待援军到来。是。梁通暗自思量，他的行动，中央的部署，应该一致了。师长，我们是不是可以提前停止休假了？师长，南线3路已经向北靠拢，我的老上级李先洲已见到很危险。我们刚打下临沂，你打算让我放弃吗？可现在共军的目标是李先洲军团。根据情报分析，共军消灭李先洲不是虚，收回临沂是实。我们已经被包围了。这他调回来，然后形成合围。报告，临沂鲁梦祥急电，临沂被围，整编86师被困在临沂，请求增援。难道共军要夺回临沂？临沂现在就是一座空城，有意义吗？不，山东解放区的首府就是临沂，临沂是政治。我们刚刚大肆宣传攻克临沂，转眼丢了，怎么向委员长交代？长官，从军事上考虑，应该让武梦祥的86师向欧震军团靠拢，放弃临沂。我同意，放弃临沂。我认为，整编86师
应该不守礼仪，不能陷入共军的运动战。估计共军只是虚晃一枪，不是真的想打礼仪。你的意见呢？我觉得该请市委员长。你去告诉吴梦祥，坚守临沂，等待委员长指示。是。念，是。陈总参谋长来电，令我部严防死守，等待援兵。报告！不好了，北边遭到共军的突袭，已经被共军攻破了。北撤线路被切断，我们被孤立了。命令刘虎城把北部缺口给我抢回来，否则他就不用回来了。是。陈老总希望我们牺牲86整编师，拖出欧震军团。如果86整编师被歼灭，所有人会认为临沂就是主要战场。只要能牢牢地拖住欧震军团，就能为华东野战军尽可能地赢得核威世界。报告，总统急电，念，一定要保住临沂。就这些，就这些。临沂，蒋先生考虑的是政治啊。陈长官，南线3路是否可以立即停止北上，急救临沂？告诉吴梦祥，要坚持住。整编86师的实力我看好，我认为共军是虚晃一枪。是。怎么样？全队去守城了，守卫师部的就一个排，人员还不全。我先去从东撤营，你们动作要快，干掉守卫。好，师部的人员尽量合作。明白，一切按计划行事。就看你们的了，打掉师部，让86师失去指挥。明白。情况怎么样了？照之前的决定，迅速解决战斗。你是哪这样了？撤出去！火力掩护！别动！你们两个站起来！站起来！师傅，不要啊！不要啊！共军的进攻还是黑马，临沂城
我们是守不住的。接师傅的电话，请求增援。是。自我坚持住，救兵马上就来了。师傅多少联系，电话和电台都停了。你现在亲自去趟师傅，把师长给我找来。是。报告，共军对临沂发起了总攻。报告，经过我们对共军电台的监听，可以确定进攻临沂为共军的主力。怎么都不说话了？李师长，你说该怎么办？吴梦祥必须固守临沂，等待援军。不，这是委员长的命令，谁也不能违反。我说现在该怎么办？吴梦祥在哪里？他的师部在哪里？吴梦祥现在凶多吉少，第一危险了。根据李先洲给我们的电报，他现在已经无心固守，心态上发生了变化，守也守不住。如果要突围的话，现在兴许还来得及，让他向南线的欧镇兵团靠拢，然后和共军决战临沂。对，我们不能放弃临沂，不能放弃吴梦祥。现在已经不能突围了，突围的最好时机，我们已经丢了。估计共军已经完成了合围。李先洲依靠莱芜城阵地战，总比在运动中遭到伏击要好。临沂很可能就是个圈套，所以我的意见是，李先洲现在必须要坚守莱芜城，南线3路拼死也要北进，在莱芜城和共军的主力决战。避免。你的意思，我们不理会临沂？是的。你原来可不这么说呀。此一时，彼一时。柳飞云又和自己唱上了反调，梁同不得不佩服柳飞云对战斗态势的读解。梁同现在的目的就是想要陈诚摇摆不定，而柳飞云的建议无意中帮助了梁同。只要陈诚摇摆不定，全歼李先洲集团就会有机会。把这2个带下去，我有话要单独审问。你们看紧点。你们2个先回去吧。哎，有吃的，饿死了。你们先在这里休息吧，等我们把临沂打下来。报告，临沂已经失守，侦察飞机发来电报，共军的红旗已经插上了临沂的墙头。临沂，果然是临沂，我就说了。共军还真就打了临沂。
按共军的实力，只能打整编86师。北边的李先洲，他吃不了，他没那么大的胃口。命令：南线3路回撤收回临沂，北线向南线靠拢。是。是。形势好像远了，我们可以出去看看了。陈老总让我们在这里一定不要乱动，他说会让人过来跟我见面。他有伤，可能复发了。什么？快去叫医务人员。我马上就去。小杨，感觉怎么了？不舒服，老想吐。是不是？不知道。那你应该去医院检查一下。不行，我今天约了米兰妮小姐。没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你可以约米兰妮小姐到医院跟您会面。啊？侦察机发来电报，共军占领了土司口镇，李先洲集团的先头部队刚进入秦村高家洼一线，即遭到土司口镇共军的顽强阻击。蒙阴地区发现的共军应该是为了防止李先洲集团向西南撤退。共军主力在莱芜至土司口镇的公路两侧设置了带形阵地。共军占领了莱芜城，李先洲集团的后路被完全切断。陈长官，临沂是个圈套，共军的目的是李先洲。命令胡志奇整编11师夺回临沂，南线3路向北救援。是。已经晚了，共军已经完成了合围，我们的婆婆太多，败在犹豫不决。恭喜你怀孕了，是正常的怀孕反应，你可以出院了。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尽量少运动。啊，谢谢，谢谢医生，谢谢，不客气。太好了，恭喜你啊！谢谢，真棒。哎，我爸怎么还不来啊？已经通知他了，他正在来的路上。啊，别着急。其实啊，他比我还紧张。那当然了，他要当外公了，当然紧张了。啊，对了，武将军还在前线吗？我挺担心梦想的，和共产党打仗，总是让我心里不踏实。别担心，你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身体。我给你剥个橘子。我有个事情想请你帮忙。你说。周应奎老将军杀了一个日本人，被曾光熙抓了起来。日本人？他叫石正信，是军官训练营的教官，也是美国人要的日本战犯。
我知道这个叫石正清。请你帮帮赵老将军。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会去调查一下日本战犯训练中国军官的事情。醒了吗？刚醒。情况怎么样了？心脏旁边有一颗子弹没有取出来，情绪呢过于激动，就会压迫心脏了。子弹不能先取出来吗？这是高难度的。你先去忙吧。哎，陈传茂，这个应该是个大官吧？医生，不要下大决，否则你会犯错误的。这是陈老总亲自下的令，不允许任何人跟这两位接触，明白吗？不要跟任何人说起这里的情况，最高级别的命令。去吧。就是这儿，给我搜！副官马小勇肯定是共军卧底，我亲眼看见他打死我们2个参谋。这么说，吴梦祥是被副官陷害了啊？我看他们是一伙的。你敢用命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吗？我要的是证据。这么大的事儿，谁要没有证据再胡说八道，当心我把他嘴撕了。马骁勇肯定是，我敢赌命。里面一个人都没有，都转移了。华东野战军东西2个兵团向李先洲集团发起向心突击，采取穿插分割战术，经过5个小时，全部歼灭李先洲集团。鲁南战役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军事斗争与情报工作相互配合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鲁南战役的胜利，为尔后进行更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歼灭战奠定了基础。 6万人呐，5个小时全完了。突围？谁让他们突围？谁让他们突围的？王耀武的命令是经过何应钦、何将军同意的。谁在指挥啊？到底谁在指挥啊？谁都能指挥，指挥的人太多，这就是现状。 2位长官，临沂，胡子奇已经夺回来了。我们还是……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临沂就是一个圈套。你们去把所有的证据都拍下来。
不知道孟祥的事儿。我们就在这儿说。走。石阳怀孕了。石阳怀孕了。你看，我这刚刚高兴吧，这回又来了孟祥的坏消息。先生，胡子奇将军和曾光熙局长到了。哦，快请他们进来。是。先生，先生，走走。先生，今天天有点凉，你怎么坐外边啊？石阳怀孕了，在胞胎呢。我们在这儿说话不吵着的。哎，坐。好，这可是好事儿啊。是啊。这孟祥一出事儿，你们几个都来了，那是同学之情啊。孟祥的事儿，我们就在这儿说，当着石阳的面，别的不要提啊。还是曾局长说说情况吧。先生，孟祥很可能逃脱了。共党公布的战俘名单里没有孟祥的名字，而且如果共党真的抓了孟祥，那他们肯定会大肆宣扬。可是现在我们什么消息都没听到。但愿他能逃回南京来。这孩子不能没有父亲啊！我看这事儿没有这么悲观啊。孟祥身边的副官是共产党，我相信孟祥是被陷害了。很有可能。这事儿我也正在调查。有一些人啊，就是喜欢推卸责任，把责任全部推给孟祥，这样就能自保。我刚才见过曾局长了，他让我放心。他说我爹在里面好吃好住的，还跟我保证说过2天我爹就可以回家了。我都说了，你别担心。来，吃苹果。你是不是嫌我老往你这儿跑了？没有啊，姐姐，你不来，我一个人在家可无聊了，每天都被他们看着、管着，保胎。哎，你岁数不小了，还是小心点为好啊！你就别为我担心了。你看你年龄比我大，以后你可怎么办呢？难道你就不想要一个？我不已经有俩了吗？小石头和小兰子。哎，说说你和梁彤怎么样了？最近家里事儿特多，杨老师刚刚去世，我爹又被关进了监狱，哪有功夫想这些啊？会好的。施小姐，这是谢护小姐给您带来的汤，趁热喝了吧。快喝吧，都熬了好几个小时了。姐姐，你就快把我喂成小猪了，孟祥会嫌弃我的。胡子奇都回来了，这武将军啥时候回来啊？明天我就去上班，我看看他们到底把孟祥藏到哪儿去了。喝汤吧，啊，喝汤。哥哥欺负我，我没打你，我都没欺负你。小石头，别欺负妹妹啊！我都没打你，明明就打了嘛，别打。彤吧，梁彤。孟祥，
这辈子都见不着你。我死了，家产也不是你的。你回来谁想知道吗？我饿死了，给我弄点吃的。快吃。饿坏了。你多来点。你怎么打算的？谁也不知道我回来。我在你这儿躲一晚上，明天去找校长。见校长啊？你这样很危险，你不怕人追究你责任？我对校长正心耿耿的，我怕什么？你会被人调查的。你知道我为什么有信心回来吗？我不知道。内部已经闹翻天了。顾祝同告陈诚，说他不顾上级的意见，越权指挥。陈诚呢告何应钦，说他乱给王耀武下命令，干扰他指挥。白崇禧告陈诚和顾祝同，说他们牺牲桂系李仙洲集团，见死不救。这些我都知道。你不知道？这些都是校长的授意。校长授意陈总长要固守，又授意何应钦要突围。何应钦是请示了校长，才授意王耀武突围的。那就是说，责任都在校长。谁要是追究，就是自讨没趣儿。谁也不敢追究校长的责任呢。但是校长喜欢看他们互相追责任。我这次回来啊，就是添点麻烦，弄点乱，我反倒没事儿。但是我得先见到校长。你明天见到校长之后，去见见你们家石阳。他担心坏了。我会让秀姑提前给他打个电话，他有事情要告诉你。什么事儿？让他自己告诉你。还卖关子。哎，你们战略司怎么样了？刘飞云呢，告了李孝孺一状，说他贻误战机，不懂指挥。陈总长要撤他的职，校长已经同意了。我估计，战略司长这个职位是刘飞云的了。我会配合这个家伙，这家伙比李孝孺可难缠多了。你告他呀？我跟你说，现在是越乱越好，趁乱才能取胜。正好把你战略司司长位置夺回来。我告他得有理由啊。理由？你告他就得告个狠的。对，你就说他是共产党。他最初的计划不是北线突围南撤吗？最后进了共产党口袋阵，跟后来发生的情况不是一模一样吗？这倒是个事实。哪有那么巧的事啊？这只能是他事先安排的。哎呀，你还别说，你做面的手艺啊，比我强。再来吧，真头疼。吴梦祥巧妙地把党组织最新的指示转达给了梁统。美国人掌握了全部的证据，幸亏统一不对外公布。条件就是要我们审判这些日本人吗？是啊，校长也只能同意了。看来程序是免不了了，以后只能见机行事吧。共产党的胃口越来越大了，我们不能再用以前的老眼光对待他们。这些日本军官对付共产党可是很有经验的，这对于我们来说可是宝贵的财富。我们要想尽办法留住他们。美国人还在找周英奎，要调查石正新的案子。千万不能让他们找到他，你赶紧把他藏起来。周英奎袭击石正新的案子也不能上法庭，万一让记者介入，那事情就大了。让日本人当教官，这事儿要让社会上知道了，那我们就很被动了。周英奎是个中将，秘密处决也不太合适。你说该怎么办？软禁也不是办法，不如这样，把他先放了，
让他躲到四川去。一定让他闭上嘴，否则对他不客气。这个包在我身上。哦，对了，我还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办，你去把武梦祥找回来。他可是一个最可怕的敌人，藏得这么深，跟在蒋先生身边这么多年。你去把他找回来，正法。您的意思是，吴梦祥是共产党？这不是明摆着吗？他的副官是共产党，他跟副官整天在一起，他能被副官左右吗？我看他就是个共产党。